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，实干家的成功之路。回顾他成名的轨迹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他是一个实干家，是一个颜值高、上进心强的明星。但他的成功不是建立在庸俗的外表上，而是需要不断的进步和努力。同时，他也凭借着内心的强大和稳重，在波澜壮阔的演艺圈立于不败之地。肖战刚出道娱乐圈时，身无分文，经常耍花招，长期面临失业的窘境。然而，他并没有放弃追求自己的梦想。相反，他利用这次机会进一步学习和磨练自己的演技，把每一个角色都当成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，定期获得更好的发展。没过多久，他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，得到了更多出色的角色，比如南三北唐漠然。之后，他在电视剧《魔道祖师》中饰演为无限一角，一举成名。肖战虽然有颜值优势，但刚进入演艺圈的时候，这个优势并没有让他立刻获得更大的机会。由此可见，他之所以能在这个行业取得成功，并不是他帅气的外表，而是他从持续改进到感恩回馈的品质。他以执着的态度不断努力，不断深化自己的演技和表演风格，为自己在业内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，肖战也有心稳的优势。在娱乐圈中，受到粉丝追捧的明星往往会面临各种困难和质疑，而肖战也经历过自己的风风雨雨，但他从未被淹没，而是借助剧中人物不断完善自己的演技和人设，用自己的善意和努力来弥补一些疑惑和疏远。他也知道，虽然钱是基础，但自尊自爱更重要。肖战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，他倾向于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职业方向，同时，他也以更加明确的目标和信念，积极面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，从而引向更加积极的发展方向。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也充分体现在肖战的生活行为中。正是上述优秀品质的加持，造就了肖战的出色表现。他在新剧中的表现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潜力、有实力的实干家，也是个人的必修课。随着实干家精神的不断传承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未来的肖战将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，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。而客观事实也表明，肖战已经表现出了强势失败的机会，让我们在波澜壮阔的未来为自己的辉煌而奋斗。因此，我们也期待看到肖战在未来漫长的余生中将如何继续创造奇迹，并且肖战的强势表现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值得深思的想法和收获。例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相互联系并且对我们的生活目标缺乏明确的方向时，我们常常会迷失方向和困惑。因此，尽可能的为自己营造一个强大的中枢，以获得一个安定安全的精神生活环境，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，也是我们更好的生活和奋斗的必要条件。此外，我们也应该学习肖战积极实干的精神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感悟，以更加自信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每一次挫折，促进自身的发展。最后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，肖战成功的背后，往往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奉献，更需要远大的目标和充满活力和动力的信念。因此，我们也应该欣赏肖战这个实干家的出色表现，期待并继承他最朴素、朴实、
真实的积极生活态度，思考我们每个人应该如何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发展，勇敢面对和应对生活中的挫折，让自己在其中得到最好的锻炼和提升。肖战、李沁梦中的那片海定档，导演的遗作，年代大剧看点多。目前肖战手上的存货很多，播出的很少，像《玉骨遥》这部剧播出时间更是遥遥无期。不过，距离梦中的那片海播出应该不远了。我其实挺期待梦中的那片海这部剧的，因为已经许久没有看到关于70年代北京青年的故事。对于这类型的电视剧，我总是会有意无意的和血色浪漫做比较，因为在我心中，血色浪漫应该是看过的关于那个年代北京青年最好的电视剧。上山下乡，当兵经商，那是一个巨大变革的年代，也是快速发展的年代，导致身处那个年代的青年们不得不随时做着人生选择。梦中的那片海词条上面已经有了定档时间，大概会在5月21日播出。说一个关于这部剧比较遗憾的事情，导演傅宁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不幸去世了，他最终没有看到自己的这部作品播出。梦中的那片海由肖战、李沁主演，其他的很多演员都是年轻一派。从预告片看，肖战穿上军大衣有那股子青年范儿，或是愤怒，或是高兴，都充满蓬勃的朝气。剧中他是社会青年，也会是军队士兵，还会是公司负责人。时代变化，身份也在变化，心境同样也在变化，这是非常考验演员演技的，你得准确拿捏不同身份、不同年代下的性格。肖战和李沁有没有 CP 感？从预告片来看，确实没有。至于正片呈现什么效果，这个就不得而知。反正感情戏是肯定有的，但我不希望感情戏影响整部剧的观感，因为很多国产剧就是毁在了感情戏上。梦中的那片海里的海，应该指的是北京的什刹海，这里也可以隐喻肖春生那一批青年在时代变革中的成长和经历。回去不得过去，看不到的未来，唯有认真把握当下。70年代动荡刚刚结束，一切都在慢慢恢复正常，社会正在酝酿巨变。此时，高考或是当兵就是这批青年的出路。80年代，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快速发展，许多人纷纷下海经商，但那时候对于公司运营模式还都在起步阶段。肖春生等人该如何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？又该如何更好融入社会发展？这大概就是这部剧的故事主线。至于故事支线，第一就是把肖春生和童小梅的爱情融入时代，他们在经历着各种考验。第二就是除了爱情，还有肖春生和他兄弟们的友谊，利益面前如何坚守，观念冲突如何调和，这也是这部剧重点刻画的。血色浪漫核心是青年成长中的迷茫，以中越民为首的知识分子，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自我怀疑和自我探寻。看这部片子，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中越民，到最后，像李奎勇这样的人太多太多。而我感觉，梦中的那片海这片子，应该更加青春一些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